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川普上任之后，他的第一个大型会议是什么？就到达沃斯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个经济论坛里面，他说的话，我终于听懂了，我茅塞顿开了。原来对中国不止狠之外，他还是打了一套组合拳，而且拳拳到肉。他直接点名了，请问各国的国家们，你要不要来我们美国来投资啊？如果来投资的话，我税率一定给你非常满意的税率，非常的低。如果你不来投资，我会给你加满满的关税。如果全部的资金都到了美国，那中国不就被孤立了吗？另外还看到了，他要求 OPEC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你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你的石油全部都往下来卖。你的价格一低之后，俄乌战争就会结束，而俄乌战争结束之后，邪恶的轴心国就要来毁灭了。另外 ，Rubio 也将出访南美洲，要把后花园好好的整顿一遍。最大的洗脸杀招是什么？是川普直接跟大家讲，当时在上任前几天，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这一通电话里面讲了什么？现在大家都想要问之外，现在包括中国、包括美国两方的拉锯、两方的热战，现在越演越烈。好，现在介绍今天特别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赵和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专任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聪哥，我们刚刚讲了，中国真的是完蛋了吗？因为现在川普在这个经济论坛上面，他就直接讲了非常多的东西。我来放下，原来是一拳、两拳、三拳组合拳下去。对，中国能接招？对，没错。我们讲，事实上这个拳头就告诉你什么？这是从川普打过去打到中国的。他事实上不是只有一拳啊，他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组合拳一路的打你。好，那事实上他这几天在达沃斯发表这个演讲，他发表演讲里面来说的话，你如果仔细看来说，好像跟中国都无关。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其实拳都打到中国那一边。第一个他说什么啊？叫大家来美国生产啊！如果你不来美国生产的话，我就给你科高关税。好，那我跟你讲，如果假设全世界的各国都到美国去生产的时候，现在的世界工厂是谁？中国嘛。那中国没有了这个钱的话，那当然中国倒大霉嘛。这是第一拳。对，第一拳。好，那第二拳说什么啊？他说，因为现在油价太高，我会要求沙烏地阿拉伯还有 OPEC 国家呢，把石油价格降低。那降低的时候，他就说，俄乌战争就会立刻结束嘛。好，那俄乌战争结束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因为现在站在俄乌战争后面的俄罗斯后面的，包括说像中国啊，包括伊朗啊，还有北韩啊，北韩就派兵去帮这个俄罗斯打仗嘛。好，俄乌战争一结束之后，你这个邪恶轴心就瓦解了嘛，所以中国也没办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拳，对，第二拳打过去。好，那第三拳是什么？这几天卢比欧呢，他不是一直在讲说，我们要跟什么跨的啦，什么很多库斯啊，我们要互相合作嘛。但是他这几天呢，准备要出访到哪里？准备要出访到中南美洲，包括到巴拿马啦、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瓜地马拉，进行什么？进行清理门户的动作。为什么？过去这些中南美洲都是我美国的这个后花园啊，结果你来这边整个搞到清门大吼，所以我现在进去呢，我要扫荡一遍哦，没有我的这个后花园，你都是我美国的势力之后呢，也是这一拳也是打向中国，所以才说其实每一拳都是打向中国的一个状况。第一拳、第二拳、第三拳打到整个习近平昏昏欲醉。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整个状况，其实川普直接呛得非常明白哦。对，因为他直接讲。在我上任之前，那一通电话，大家原本想说，可能是双方先礼后兵等等。是，他直接讲白了，不好意思哦，是习近平先打给我的哦，这直接当众洗脸嘞。对，没错，因为事实上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不是通话吗？通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说是谁打给谁嘛，对不对？然后说，他这个通话的内容是非常平和，但是川普自己把这个话说出来，他说。He called me， 也就是说是他打给我，也就是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那我们讲国际礼仪上面都是这样嘛，我有什么事跟你讲话，我才打给你嘛。对，打给你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是有求于你嘛。或是相对比较弱势的那一方嘛，好，那他打给这个川普之后，川普就说我认为非常好啦，我们需要只是公平啦，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平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想要占便宜啦。但是我们过去跟中国的贸易赤字非常大啦，那么拜登让这种情况失控，1.1万亿就1.1兆美金的这个赤字太荒谬。好，那我跟他讲，是他讲的好像很平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哦。他说公平的竞争环境，对，问题是中国有可能给他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可能嘛？你这样等于是又要了中国的这个命一条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美国还做什么？美国还准备，你看参众两院要做一个所谓把中国的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把它拿掉。
未来呢，你就可以，那他们就说未来可以把中国的这个非战略的东西呢要征收35%，对，然后战略的物资要征收100%，而且逐年把它调高，所以它等于是入到法律里面。那入到法律来说，那摆明了就是他真的就要跟你课税，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课税。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压力很大。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打这个电话？因为他知道说现在你这个招都打向我，现在还没有事况很严重的时候，我先跟你沟通嘛。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说？你看。对习近平来说的话，今年的这个春节当然不好过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外资投资也是非常的少。你看现在这个大家都坐高铁里面都是几乎是这个完全自己霸占一个车厢。那目前为止，中国的外资投资也非常少的一个状况，甚至不用讲。我原本想要把这个电动车往海外输，就现在欧盟也对你要科%这个关税，也要科30%。除了川普之外，欧盟他也补了一刀。对，所以这样他现在等于是面临到四面楚歌的这个局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习近平要主动打这通电话给川普？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也知道啊，我要跟你好好谈一谈。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就讲。卢比欧这几天不是来到这个准备要去这个中南美访问吗？好，那中南美访问里面来说，当然大家观察最多就是他准备要到巴拿马去。因为为什么？因为巴拿马，你看，我们这是巴拿马运河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状况。这是巴拿马城在这个地方，巴拿马运河是这一条巴拿马运河。好，那经过的过程里面来说，巴拿马运河里面最重要大概有5个港口。那5个港口，你看这个港口。巴尔博亚港，这是香港的这个和记黄埔。那另外一个是克里斯托瓦尔港，这是头还有尾，头还有尾都是你这个中国在掌握的一个状况。所以那甚至中国还在这边买了一个岛。所以在对他来讲的话，等于是你把我的这个包括说我的这个头尾还有中间的部位，你都把我控制得牢牢。那你甚至不用讲。它目前为止来说话，到墨西哥这个地方来说话，它也有4个港口，也就是墨西哥呢有5个好港口里面，大概这个所谓和记黄埔也掌握了4个港口。5个港口里面就4个都中国的。那你更不用讲，你现在在这个瓜地马拉或洪都拉斯这些国家里面，你都准备要插旗，准备要跟他们这个新建港口。这个对美国来讲，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你看，尤其是你知道为什么卢比欧非常有意思？因为卢比欧呢，他其实是古巴裔。所以他等于是他对拉丁美洲非常的熟悉啊。那除了又他去跟这个拉丁美洲的相关国家去谈这个事情，等于是说他帮我稳住美国的后院。那稳住美国后院，把你完全都清开之后呢，中国就没有什么办法在这边施力嘛，他就没办法在你的后院给你一直捅刀的这样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他把后花园完全清理完之后，他现在做一件事情，他现在把现在全世界最有钱人通通过来。你今天没有过来的话，没关系，你以后要卖我什么，我关税就直接给你征到底了，我就吸引你过来就对了。没错，赵尔讲的没有错，他不是在达沃斯说全世界都要这边制造。好，那你说那到底大家有没有去？当然有趣啊！你看现在全世界的富翁，谁不想要跟川普见面？你看从最早的这个2个礼拜前的这个杜拜的富翁这个萨瓦尼，他不是说我要投资200亿吗？好，那紧接下来的话，孙正义当时不是去海湖庄园跟这个川普见面吗？原本孙正义说要投资1000亿，然后你看川普这样子拍这个孙正义肩说2000亿，然后孙正义就知道他苦笑说我能够达成2000亿。后来不是孙正义又来了吗？跟这个奥特曼跟这个艾里森来的话，投资5000亿吗？就是 Stargate。对啊，大概5000亿嘛。好，那你看这洋洋洒洒已经多少钱了？那你又不用讲最新的，这个川普他就说，我已经打电话给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萨尔曼嘛。那萨尔曼就说，我也很看好你未来美国的这个发展，我准备要投资6000亿美金。5000亿、6000越来越多啊！他一个人就6000亿，但是呢，你知道后来川普跟他说什么啊？我跟你讲啊，你们这么有钱嘛，对不对？我们来4舍5入，你就投资了1兆好了。这么入直接1兆？对，从6000亿变成1兆，所以你看，6000亿、500亿、200亿，这个还有2000亿，你看这么多钱，那这么多钱涌到美国的时候，我讲资金其实会有排挤的。原本你可能要投资中国嘛，那后来又投资美国，所以我才说未来美国的这个投资金额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好，那除了美国，你看他现在不是要搞一个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吗？我们之前不是就说他这个 Stargate 呢，可能会变成是要跟中国竞争嘛，要类似像前苏联，我用星战计划拖累你的这样的状况。就这样，我们才讲没多久说中国果然要跟啊。那我们讲他不是要投资5000亿做 Stargate 嘛，对不对？就没想到现在这是香港的南华早报说，中国也准备要扩大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投资。他说我们要跟你拼。那中国你投资5000亿对不对？你给我清掉哈。那我要投资什么？我要投资4600亿美金。尬了呢。对，尬上去了。好，那尬上去的时候，那你说那到底是能不能做啊？我跟大家讲，这个只是拖累中国。为什么拖累中国？因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美国用的投资金额里面，它可以投资最先进的 GB200的那些所谓晶片，但是现在中国呢，只能拿到A100、拿到A20那种
这个比较旧的晶片，而且现在呢，中国前几年囤了很多这种比较旧的晶片，比如说 A100的晶片，结果现在没有办法用，为什么？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来说，这些晶片为了能够相容，因为他们买不到后续的一些解决方案，买不到后续的应用，所以这些现在反而变成是囤一大堆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可是一片难求哎。对，那因为他囤了嘛。那除了这个没钱之外，我们为什么说习近平要打这个电话？我们从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观察中国都是要看他们蛛丝马迹，一些什么征兆，你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给他讲几个东西。一个是最近呢，在北京他们每一年在这个年初都会办一个叫军政座谈会，对，就是由北京的这个政治局的这个书记尹力，然后他跟这个包括说中央会派这个军队的这个相关的人士来跟他们一起开会。那过去都是可能中央都派这个中央所谓的他们的军委会里面的政治作战部的主任，就没想到这一次没有军方没有派人来，而且不只是军方没有派人来，没有高层，对，没有高层，而且这一次尹力在讲话，因为尹力照理说，现在就是这个军政会议，穿军装的人到底去哪了？对，都没有。好，尹力要讲话的时候，他也没有讲，他就讲一次习主席，然后后来军方领导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也都没有讲到习主席的这个状况，就是以前可能言必称习近平怎么样？过去讲很多，就比如说，哎呀，习近平总书记等等大力吹捧，对，习主席的指挥之下，我们越来越好。是。龙某对，这次都没有谈好，所以也就是说什么？我们去年不是一直在讲说，习近平可能面临到来自军方的一些挑战，甚至他权力有点不稳的这个状态。好，那这除了这个第一个这个例子之外，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刚好在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现在也准备要过年了嘛，那过年的时候呢，这个他们的中央军委会的这个干部呢，就去跟一些所谓军队的老干部要进行一个什么座谈会这样一个状况。好，那座谈会的过程里面，习近平也出席了。那另外一个这是谁？这是张又侠，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军委副主席要挑战习近平的这个位置。好，而且他发了很多文章说要集体领导。好，但你看他们两个的神情哦，这让习近平呢跟这些这个所谓的老干部握起手来，好像有一点比较尴尬的这个局面。虽然说他也是笑的，但是就没有那么热络。那反过来你看那个张又侠，哇，敬礼啊，哇，举手敬礼呢，很开心的样子，而且。这些老干部看到他都说哇，张又侠这样，比看到习近平还开心哎。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看这习近平有点拘谨的样子，但是你看走在后方，就是这画面很尴尬。他进来的时候挥挥手啊，谢谢。对，但是后面看着人反而比较开心。对，你看到张又侠都是很开心的握手，那很热络的样子。这告诉你什么？这个军方显然对很多军方的老将领，可能显然对你过去一段在打贪腐呢有心有不满，所以你看他们看到张又侠都比较开心，所以才跟你说，从这些蛛丝马迹都告诉你说，习近平呢目前的位置的确是因为如果他今年没办法好好的应对来自川普的话，搞不好会对他今年的统治的形成某些程度的威胁。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习近平的威胁，现在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谁管你威不威胁不威胁？我过年就要到，我们过年要干嘛？嘎头毛、剪头发、塞头的帅帅。现在没想到，我们原本要排队都很难排哦，在台湾多难排，但是在大陆现在是怎么样？我们看到那个画面，理发店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但老板暴怒了，没人。仔细看哦，他在理发店空空荡荡，想说过年的时候我生意最好，结果空无一人。没想到呢，气到直接拿着椅子就往下摔。为什么？因为没有头给他剪，我们是有头，人家没有来帮我们剪。对，你看这差别多大？那一般过年的时候，大家最常是什么？穿新衣戴新帽嘛，对不对？那新衣就要去商场去买。来，各位，这是中国的一个商场，你可以看到，的确有过年的摆饰，有过年的装潢，结果地板。有没有看到反光到亮晶晶？我亮到眼睛都睁不开了，亮到要刺眼睛。因为理由很简单，根本没有人来逛，全部都没有人逛。所以呢，大家就大眼瞪小眼，连蚊子都没有半只。所以地板哦就是这样透透明明的，像是我都擦过一样。各位你不要以为擦哈，因为根本就没人来。而且更惨是什么？逢年过节啊，大家呢不如就是说去买一些花束啊，来去装潢自己的房子啊，来去让家里有这种新气象，美轮美奂。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花市哦。不是要卖花哦，是要卖花店。就跟你讲说，我怕没啊，我不爱满满的花篮嘞。今天你被矮的 take 啊，好不好？我们整间大拍卖，他们现在是降为消费，就是我本来可以花100块，我现在花10块，去一个零，好不好？我根本不想花。离谱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讲希尔顿饭店，这是世界闻名，都到处连锁的吧？那个把费好吃呢。对啊，那你去希尔顿，来你看啊，照就是这样，光鲜亮丽的把费哦，然后摆了一层一层的。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鲍鱼呢，跟虾子啊、水果啊，跟一些莫名其妙全部都拼在一起。因为各位，这是盛世哦。
这个不是一般的buffet，这是他们的盲盒，叫做剩菜盲盒。各位，你知道便宜到什么程度吗？他现在推出说，本来以前原本一天顶多2-3个人，就是说我很多剩菜剩饭，我发这种餐券哦，你可以来。1张79元，台币折合呢大概300-400块。对，而且你知道吗？不只是这样子哦，甚至有餐厅老板讲说，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这种超底价，要么一个盲盒呢卖大概100块台币啊，要么卖80块台币啊，都是1/3、1/4的价格。那里面你看到就是很多美食都有，有炸虾 AP10， 有我们的生蚝哦，有我们的这种鸡肉，有我们的烤鸡，有我们的鱼肉，甚至有鲜虾。不好意思，全部跟。各位啊，我讲白了，这嘎喷赶快，他就是大杂烩嘛，你是把所有大家不吃的东西全部塞在一起嘛？但问题是你以为现在中国最夯的就是抢翻了，大家都在抢这个。那这个画面怎么会在拍？这是偷拍呢？他在拍厕所里面，因为理由很简单。他们现在呢已经严苛到说什么？说你每个员工啊，我都要精打细算，因为我现在老板呢压力大，所以你最好是给我准时上班，你不要利用上厕所时间给我去偷摸鱼。因为有些人说，哎呀，摆明说上厕所，然后一去半个小时嘛，可能我们讲的就呼吸新鲜空气嘛，或做一些我们讲的插科打诨的事情嘛。结果他直接摆一台监视器在盯着这些员工看。所以我跟你讲哦，当一家大的科技公司。如果他都会用监视器，而且摆在厕所里面对着员工上厕所，各位，第一个这已经违法了，对，你不要以为中国这样没违法，没有，连中国这样都违法。第二件事情，代表他的这种生存危机意识哦，已经到非常严峻的地步。这家公司哦，距离倒闭哦也没差多少。但有些公司呢，他怎么没有用这种手段？他也确实快倒闭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现在呢是良心企业哦，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呢，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给员工呢朝9晚5，你要给我准时上下班，这个赞，对不对？他说你不可以给我加班哦，你也要我们讲的中间休息时间该休息就休息了，就是为了什么？为了省钱。因为加班费太贵，不是良心企业吗？不是啊，这个我讲，这个就是跟无薪假一样的概念。无薪假是说叫你回去呢，好好的休息放松。他们不是，是无薪上班、无加班上班，就是说你上班时间给我越短越好哦，因为老板我付不起了，好不好？你以为我们刚才讲都是民间企业？我讲连中央哦，中国的官股企业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官股银行呢，直接跟你讲说更狠，他不是叫你不要来上班，没有这么文雅，就说你薪水太高了，我要把你降薪。本来呢年薪500的高干，他说你现在呢降到最多紧绷300万，你给我看注意。这么狠，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子哦，他现在更离谱的是什么？更离谱是说你上班哦，你们这些员工最好给我注意一点哦，比如说你有什么裸雷啦，你有什么 LV 的 Louis Vuitton 哦，你都买搞我咋来？不准带，你全部给我放在家里面，名牌不能炫富，而且呢相关的什么施工津贴啦、执照补贴啦、基本工资啊，反正能克扣的全部都给他克扣掉。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钱了。来，慧珍，我们刚刚看到了。经济现在持续的崩盘当中，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年可能过得不好，商场没有人，花店干脆直接说你要不要整个花店直接拿走好了？大家都不想过年，原因什么？没年终啊，对，两手空空，口袋也空空。但现在厉害了，我觉得中国真是无奇不有。现在年终发什么？导播，我们看那个画面。发羊啊！一群人是怎样？动物园是每个在牵羊，真的是老天爷啊！小小的羊儿要回家，小小的羊儿要跟你回家。我是要去公司，我要领年终，结果后来公司说啊，不好意思啊，今年的工作呢，大家公司也就是不好，你们也都知道。不过呢，该给的我们还是要给哈，每个人牵一头羊回家。这如果是你，太荒谬了啦！这个太荒谬。这如果是你要怎么办哦？心里想哦，可是大家都拿着啊，好吧，那就牵回家。然后有人开玩笑就想到说。那我们这样回去，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养大？干脆你的是公的母的，我们两个来交配一下，变成小羊好，不然怎么办呢？因为你就要宰了。说一句实在话，现在是有几个人敢在家里自己宰羊来吃？可是光从这样子荒谬的一个场景，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就是中国真的是无奇不有。刚羊价值可能还贵一点。你现在有公司恶劣到这个地步，而且是证券行，证券行竟然发什么白菜？我有没有看错？1颗大白菜2斤哦，还跟你讲说2斤哦，把它夹好，这2斤大白菜哈，然后每个人拿1颗回去。你想说天哪，这个以前叫证券行，那叫什么叫金饭碗呢？曾几何时，现在金饭碗竟然是里面要装的是大白菜，好不好？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员工应该也是傻眼哦，说这种东西你也拿得出来？可是我告诉你，现在中国就这样，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年终一个比一个惨，而且一个比一个荒谬。另外一家公司啊。这个一个国营企业，他就跳出来讲了，他说我们年终还没发，然后大家每个人都讲说啊，我们大概知道啊，大概就是1万吧，大概就是你月薪的10%吧。你怎么都知道？哦，
因为我们平常月薪只发90%啊，就另外那一层真好推算啊！哎，对对对，另外那一层把它扣下来哈，就说哎，年终的时候一起给你，假装是年终，拜托，那个是原本就是我的好不好？你怎么要假装是年终？所以你知道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有。那还有什么？我觉得这也非常荒谬。这有一家公司竟然闹出纠纷了，一个浙江的一家公司哦，他们就说哎，我们现在公司啊，我们总共每个同仁哦，我们总共有500多张彩券哦，大家刮大家觉得很棒，对不对？这很棒啊！一个彩券，一个女生就刮刮刮，天哪，我中了608万，太开心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结果老板说什么？等一下，他就骂会计。我不是说吗？你们要先对啊，要确定没有中的才能发下去啊。所以这个中了，对不对？中了之后怎么样？哎，不好意思哦，你要跟公司分。所以他们就要逼着这个员工把这个钱吐出来跟公司分哎，然后那个员工那个老板还追究会计说，我早就叫你一定要对完才出去，你怎么可以？所以就换句话说，这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只是钱少拿一点啊，或者是说啊，老板中奖，老板要跟你分啊，这最荒谬。我们之前都知道怎么样，就是健身房整间公司30几个员工把你骗去说我们要去那个泰国开据点、新据点，结果没有想到你整批30几个员工全部卖掉，人吃人，对，人吃人。现在发现哦，然后不是有救了一个王鑫回来吗？那是一个演艺人员，就是救王鑫回来之后，现在中国内部不断的越来越多人跳出来讲说，哎呀，拜托救救我们，拜托救救我们，要救什么？他就跟你直接讲，他说目前为止失踪的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要的。最大的有到40岁，而且最少竟然只有15岁，甚至只有高中生，有退伍军人。那这个人是成功的被救援回来，但是他就说跟我一起关在里面的还有2000多人，这2000多人目前为止下落不明。所以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女性啊，这个一个戴小姐，她就在网络上弄取一个活动，就是要联署大家来救救我们这些失落。还有一个弟弟到12月之后就不见了，就目前联署有800多人，这些人都下落不明。好，到底什么叫远洋捕捞呢？我们刚刚看到呢，中国地方财政有够惨。简单来讲，就是异地抓捕啦。你去了哪里，我会去找你，然后用一些名目把你的钱全部都扣了下来。接下来这个镜头，导播你直接带大家看，我快笑疯了。原因是这个镜头原本是要拍一些色色的事情，没想到竟然拍出了真相。现在这个人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他一脸朦胧啊，玉峰哥。对，他说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原来有人来勒索，勒索还是公安单位。对，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哦，你知道这真的是令人是毁了三观啊！这是什么那个画面？这是在酒店里面的画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镜头？怀疑有不法的集团可能以为说平常会有什么男女朋友进来休息或者是来过夜，想把这些色情的影像给拍下来，结果没想到竟然拍下来了2个执法人员纪律部队啊，躺在床上的，其实你现在头蒙起来的是睡到一半的被害人。另外来讲的话，他大拉拉直接穿的公安的一个制服啊，然后呢，比如说赵和哥，你就是躺在床上的，他就直接跟你，这个很惬意呢，他就直接跟你小以大义，他就说我现在要抓捕或不抓捕你，都是一念之间。而且呢，我告诉你，你已经答应我们上司的尹副县长要退赃，把赃款退1个亿的小目标，那你愿不愿意呢？他还会画哦，因为我们说10万、1000万、100万、1亿，开始慢慢跟你画哦。甚至呢，他直接告诉你说，不一定有文字可以留下来记录，但是呢，我可以给你2个定性，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过去来说的话，可能要判到死刑、无期徒刑，但是呢，我第一个定性。你不会有问题，我可以弄到3年以下，3年以下的话，你也不用进去关。第2个定性，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啊！我罩你啦！对你想想看，这种画面，你可以相信吗？竟然有公安人员、执法人员跑到里面去，然后跟你画巴拉 K。那过去来讲呢，大家都听到远洋捕捞，跨境去追捕人，但没有想到现在远洋捕捞在这个镜头下面呢，竟然活生生的可以让你知道说真实的一个状况。那现在来讲，什么叫远洋捕捞？其实不管是台湾还是对岸。都有是一个司法管辖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案件系属在北检，已经在北检了，你屏东地检署就不能来办啦。那现在来说的话，对岸不管这个了，通通办。对，尤其是哪边内蒙古或是北方的有一些县市、有一些省份，他们确实他们有一些债务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们都往哪里跑？往东南的一些富庶的地方，江浙、广东，然后呢，他们去找谁呢？找这些上市公司的一个高管。为什么？第一个，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上市公司一定有很肥啊。第一个有肥，第2个你们一定有做坏的事情。你们没有金融操作吗？你们的会计没有2本账簿吗？没有阴阳合同，没有这个 AB 账吗？先抓来再说。然后抓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件事东西来讲的话，你不知道你的老板
你的家人，很多创办人就是公司老板嘛，不知道被押捕到哪里去。你想想看，过去常常发生说，你广东的公司，然后呢被远洋捕捞之后呢，关到哪里？关到东北，关到内蒙古。有80几家的上市公司通通被捕。对，所以呢，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你现在来讲的话，你要非常的小心。反正呢，我捕捞下去的话，你只要把钱吐出来，不然我不会让你回家。现在整个局势来说，我们刚刚讲一些商人过来剥皮，现在对于平民老百姓，我照样剥啊。过去来说的话，大家觉得远洋捕捞跟我人民群众没有关系嘛，你都是上市柜的高管、跟高官、跟创办人嘛。可是现在不是喽，你看这一个人，这个影片我们放下去，这个非常的凶啊。北斗汽车行驶，什么叫北斗汽车行驶系统呢？他就告诉你说，就像我们台湾的公车跟我们的这个游览车一样，上面会有一个类似黑盒子，他会知道说你的时速，然后你跑了多久，希望你不要疲劳驾驶。就没想到这个人就来开罚单了，这个交通大队的这些队员呢就来开罚单，他告诉你说，我们抓到你喽，北斗系统里面有记录到你连续开车，然后呢你没有让人家好好休息，所以你从昨天晚上的3点到晚上11点，你没有休息够，这个东西就是疲劳驾驶，我要对你依法处罚。驾驶说了，我是2个双驾，你为什么要罚我？对，为什么会有2个双驾？其实因为对岸的话，它幅员非常的广阔，所以呢，通常这种货车有没有？你一个人在前面开，后面有一个小铺，你第2个，比如说赵和哥，你在前面开，我在后面睡，等到时间到，我们再换位。他说没有，我们2个双驾，你为什么要开罚？交警就告诉你说，照罚。告诉你，我们是以车管人，不管你有2个司机、3个司机、500个司机，我们都管你。然后呢，驾驶就说你是让人休息还是让车休息啊？所以很多的民众就说你现在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来弄啊？这个更离谱，这个叫做什么阴阳尺？你的尺跟我尺不一样。以前有一些海关，有一些海鲜店会觉得说，我这个称重怎么会？我觉得没有那么贵，怎么那么贵？现在来讲的话，查下去3米，3米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长度。为什么要3米？因为怕你载太超重的东西，所以呢，他一来之后呢，就查你超过3米，你超过3米，你要得罚钱，而且呢，你可能要记点扣车。可是呢，这个司机因为之前已经被罚过一次了，他说来，你看看没有？来，我自己有我的尺，我拿出来，我的尺就是3米，而且他还跟这个交警讲说，你知道吗？这些车斗都是中央出来的。你不可能我自己在后面偷加吧，反正不管，反正我量就是超过3米多一点点，我就得罚钱。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想办法有钱就罚下去。好，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川普直接去洗脸习近平，跟大家讲说，不好意思，我上任前几天的时候是你打给我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篇新闻稿，这中国官媒在1月17号的时候，他怎么写？他说，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来拨通这通电话，但是今天川普又去打脸他，到底谁说谎啊？对，你知道这时候就看到中国到处都在说谎，就连一个元首之间的通电话也要骗大家。你知道在1月17号，当时不是说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了吗？结果他的新华社跳出来讲说，这是习近平应约啊，应约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美国打给我了嘛，所以我接起来嘛，对不对？结果今天来讲话，川普参加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告诉主持人说，没有，那通电话是他打给我的，不是我打给他的，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两边都不拢啊。那两边都不拢，就代表什么？中美关系在连一个打电话的这么小事情来讲的话，都可以搞成这个鸡飞狗跳。然后其他事情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到今天呢，美国参议院不是又通过一些人事案吗？对，其中有一个中情局的局长啊，叫做雷克里夫。雷克里夫他本来是国家情报总监。这个雷克里夫本身来讲的话，他又提到中国目前是这个2战以来最大的威胁哦。除了这个雷克里夫之外，我们知道前面卢比欧就不用讲了，卢比欧说是中国是欺骗、诈骗，然后这个窃取整个国际的资源哦，然后变成现在的世界强国。现在川普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个国安会顾问哦 ，Mike Waltz 是绿北茂出身的，而这个绿北茂出身呢，他提到好几个概念哦，都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一个，他说啊，要全面去结束掉俄乌战争以及这个以色列中东的这些事务。为什么？全面来备战来什么？来协助台湾来对付中国。再来一件事情，他说重新要把这个所谓的供应链呢，全部把它重新安排过，不要让中国参加这个供应链当中。再来，他也提到了，如果美国的研究人员拿到外国资金来讲的话，一定要列出来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资助的一个项目。还有再来有一件事情哦，他提到了当年在2022年冬季奥运的时候，这个麦克瓦兹他就提到了不要去参加中国的
的冬季奥运，为什么？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所以显然来讲，他们看到现在川普旁边的一些人，还有现在正在这个审查这个国防部长这个海格塞斯这个国防部长这个职务也是一样，你可以看着想象得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即便你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了，然后现在连这个电话打电话到底谁打给谁都讲不清楚的情况下，现在川普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反中大将。